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不后悔的时间使用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不知道就会后悔100%；第二，人生短暂的像一场梦，彻底解析如何用时间避免遗憾并充实一生。首先是第一部分，不知道就会后悔100%。我们从一个极其意外的真相谈起。您比富豪更幸福。金钱与时间的抉择，大家如果只能在金钱和时间之间选择一个，你会选哪个？世界上许多人羡慕像投资天才沃伦·巴菲特那样的大富豪。巴菲特凭借投资天赋积累了超过14万亿日元的庞大财富。很多人想，如果我有巴菲特那样的财富，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可以让您和沃伦·巴菲特互换人生，您愿意吗？或许许多人会说，当然愿意。我也想拥有14万亿的财富。然而，当被问到究竟是你还是巴菲特更幸福时，答案可能会让人意想不到，是您。富有的真谛，财富并不仅仅是金钱。尽管巴菲特拥有巨额财富，但他已经90多岁。时间对他而言极其稀缺且珍贵，即使他拿出所有财产，也无法买回年轻的岁月和未来的时间。而您呢？您拥有巴菲特没有的巨大资产——时间。即便没有太多金钱，您的人生还有几十年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而如何使用这些时间，完全取决于您自己。试想，如果您能获得巴菲特的财富，但必须变成他现在的年龄，你会愿意吗？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犹豫。即便有巨额财富，若人生接近尾声，意义何在？时间的真正价值，时间的价值远高于金钱。金钱丢了可以再赚，但时间一旦流逝，就再也无法挽回。即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如埃隆·马斯克、杰夫·贝索斯、沃伦·巴菲特等，若能用金钱换取时间，他们愿意付出数百亿甚至数万亿。但现实是，即便他们拥有再多财富，也无法延长生命或重返年轻。相比之下，您拥有未来的时间，这是一项无价之宝。只要善用时间，就能大幅改变自己的人生，因为您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总结来说，财富虽重要，但时间更宝贵。学会珍惜时间，才能拥有不后悔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探讨更多实用方法，让您充实且满意地度过每一天。想要珍惜眼前的时间，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失去了就无法挽回。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从刚才提到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时间更珍贵。大多数人如果被深入问及，都会承认时间远比金钱重要得多。然而，尽管如此，您真的在珍惜时间吗？事实上，浪费宝贵时间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比比皆是。许多人将无法挽回的人生时间出卖在琐事上，被无关紧要的事情分散注意力。还有很多人陷入社交媒体的沉迷，被多巴胺劫持大脑，甚至失去了依靠自己意志做决定的能力。我们往往忽视了时间的真正价值，总是羡慕像巴菲特那样的富豪，却忘记了自己拥有的珍贵财富。试想一下，即使巴菲特能够享受再多的奢华生活，他可以用来享受这些的时间却极为有限。而您则不同，您还拥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机会尝试许多新事物。即使您没有巴菲特那样的经济富裕，您依然拥有超过他的自由。因为你有年轻和时间这样的宝贵礼物。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您可以追逐任何梦想，迎接任何挑战。这种时间的自由，才是真正的富裕，甚至连巴菲特都会羡慕。当然，经济上的宽裕确实能够让生活变得更轻松。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钱，而是如何让它发挥价值。拥有像巴菲特那样的巨额财富，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即便您的收入普通，通过合理利用您的时间，也可以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时间无疑是提升人生质量的最大资产。
巴菲特的财富也许象征着金钱的数额，但您的时间拥有的价值却远远超过金钱。利用时间学习新知识，和重要的人创造美好的回忆，这才是真正的奢侈。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追求人生的真正富足，您完全可以过上连世界上的富豪都会羡慕的生活。但是可能有些人会说，就算知道这些道理，我还是不太会有效利用时间啊。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中，人生短暂的就像一场梦，彻底解析如何用时间避免遗憾并充实一生。下面我们将具体介绍一些方法，希望您能尝试将其中至少一种方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首先要介绍的第一种能够让您不再后悔的时间利用方法是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将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活动融入生活。许多人在临终时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与重要的人共度更多的时光。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与家人、朋友共度时光并享受这些瞬间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忙碌的日常生活常常让我们忽略了这一点。现在请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会后悔与谁的关系疏远了？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您重新审视时间使用的重要指引。不要在繁忙中忽略了与重要之人的联系，花时间与他们相处将让您的时间更具价值，将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活动融入生活。在时间的利用上，仅仅完成任务是不够的，还需要让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充实。但这里的愉悦并不是单纯指沉迷于娱乐，而是指那些能充实内心、点燃热情的活动。例如，有些人可能从写作中获得乐趣，有些人通过跳舞感到满足，还有些人热爱手工制作。不管是哪种活动，只要是让您全身心投入其中并感到真正快乐的，它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时间利用。当您专注于这些活动时，时间会飞快流逝，而那一刻将成为您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瞬间。真正高效的时间利用并不仅仅是完成任务，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意义，建立充实的人际关系，并投入到充满激情的活动中。当您回顾人生时，你会发现，衡量时间利用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是金钱或物质上的成功，而是您是否活过那些有意义的瞬间。因此，从现在开始思考，今天、这一周、这一年，您可以采取哪些有意义的行动来提升您的时间价值。真正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并通过日常选择来改变您的生活方向，这将让您的人生更加充实和丰富。每天问问自己，现在的时间利用方式真的让我满意吗？持续反思，调整时间的使用方式，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积极的变化。这正是构建一段无悔且充实人生的指引。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种能够让您不再后悔的时间利用方法是理解时间价值的变化性。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时间的价值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情况发生变化。您是否曾认为时间的价值始终如一，认为1小时的时间总是具有相同的意义？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例如，早晨的1小时和夜晚的1小时并不是等同的。如果您是一个在早晨精力充沛的人，那么早晨的1小时可能比夜晚的1小时更具价值，甚至是2倍或3倍以上。在头脑清醒、身体状态最佳的早晨进行工作或学习，你会发现集中力更高，效率也会大大提升。这就是所谓的大脑黄金时间。因此，善用精力最充沛的时间段，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力，是高效时间管理的关键。如果您对自己的精力高峰期一无所知，却自认为在管理时间，那么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利用时间价值的变化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晨间活动。晨间活动的核心理念是利用安静且无人打扰的早晨，将这段宝贵的时间用在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上，在大脑的黄金时间，全力专注于自己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每天都能坚持这样做，可以想象，您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时间价值最高的时段，进行最重要的活动，这是一种极其合理且高效的方法。此外，时间的价值也取决于如何使用它。
如果您在需要专注处理任务的时候，每隔5分钟就检查一次手机，那么这1小时的价值会迅速接近0。这样的时间利用方式无异于将时间丢进垃圾桶。因此，提高时间价值的秘诀在于提升专注力，避免分心，全神贯注于一件事情上。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远离不必要的通知和诱惑，保护这段时间。例如，可以彻底关闭手机等分散注意力的设备，这不仅是必要的，更是提高时间价值的基础。进一步思考，时间价值的高低还取决于所从事的任务。例如，当您处理的任务与自己的长期目标一致时，这段时间会充满成就感。而如果您被与目标无关的琐事缠身，因此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真正目标，选择那些与目标一致的任务，这样时间的价值才能成倍增加。那么，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您的愿景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您清晰地回答。此外，乐趣和兴奋感也是提升时间价值的重要因素，这才是对您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时间。因此，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活动，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才能实现无悔的时间利用。接下来想要介绍的第3种能够让您不再后悔的时间利用方法就是消除分心因素。提高生产力并极大地提升时间价值的终极工具是什么？答案是专注力。专注力有着惊人的力量，它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将所有的能量集中于一个任务上。当您专注于眼前的事情时，焦虑和担忧会消失，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精神状态下，生产力会飞速提升，时间的价值也会成倍增长。您会完成更多的事情。明确地告诉您，您一定拥有比现在更高的专注力潜力。一部智能手机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发信息、视频通话，而丰富的免费内容更是应接不暇。这样的分析因素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人类天性懒惰，如果我们无所事事，就会自然变得懒散。特别是在如今诱惑如此之多的情况下，许多人已充分发挥了懒惰的天赋。因此，要想过得高效，就需要一些小技巧。下面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简单方法。减少干扰。如果容易被手机分心，可以采取简单的方法，比如关闭手机电源，或者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想更彻底的话，可以关闭所有通知。如果无法控制自己浏览社交媒体的欲望，可以使用限制访问的应用程序，屏蔽特定的网站。此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技巧，就是将手机屏幕设置为黑白模式。这一点非常值得尝试。研究表明，仅仅将手机屏幕设置为黑白模式，就可以显著减少使用时间，同时提高集中力。彩色屏幕会对我们的脑部产生强烈的刺激，促使分泌名为多巴胺的快感激素，而这种多巴胺是导致手机依赖的主要原因之一。将屏幕改为黑白后，这种刺激会大大减弱，从而让手机的吸引力降低。刺激减少后，我们无意识中使用手机的频率也会减少，进而能够更有意识地使用手机。例如，有一项测试显示，将手机屏幕设为黑白模式1周后，参与者的手机使用时间减少了约60%。仅仅通过这种小改变，便能让手机使用时间减少如此之多，令人惊叹。而且这一方法不仅仅在数字上体现了效果，还对参与者的意识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参与者表示，他们对看手机的冲动减少了，对手机的使用变得更加有意识，因此能花更多时间专注于工作或学习，真正投入到需要完成的任务中。此外，使用黑白屏幕还有可能提升我们整体生活质量。黑白屏幕刺激较少，有助于让大脑得到休息，尤其是在夜晚或睡前使用手机时，黑白屏幕比彩色屏幕更能帮助保持睡眠质量。睡眠质量的提高无疑会极大影响第二天的表现。如果睡眠质量翻倍，那么第二天的工作效率也可能翻倍，这足以说明睡眠的重要性。接下来介绍的第4种不会后悔的时间管理方法是
将时间集中投注到能够带来最大结果的20%上。大家是否听说过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80-20法则？这条法则指出，行为中只有20%的部分会带来80%的结果。换句话说，您的行动中只有一小部分实际上对成果产生了影响。因此，将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到带来最大成果的20%中，是提升时间价值的最佳方法。接下来，我想介绍第5种能够让您不再后悔的时间使用方式，那就是将时间视为一种投资。很多人仅仅在使用时间，而不是在投资时间。由于时间只存在于当下，既无法储存到未来，也无法提前消费，因此今天的时间使用方式尤为重要。时间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所以我们不能将其浪费，而是要明智地加以投资。时间的使用与时间的投资的区别在于是否带来长期的收益。如果只是单纯的使用时间，比如观看电视剧、刷社交媒体或玩电子游戏，这些非生产性的活动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快乐，却无法创造未来的利益，只是单纯的浪费时间。这些时间的消耗将化为无形，人生中宝贵的片段因此失去。而将时间作为投资，则意味着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有价值的活动，从而带来长期的回报。以下是时间投资可能带来的5种收获：一生珍贵的回忆，对社会有用的技能掌握，开拓人生的知识积累，创造对他人有益的产品或服务，维持身心健康以更好的生活。通过将时间投入这些活动，您可以让未来更加充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娱乐，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放松时间。适度的看电视、刷社交媒体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娱乐时间往往可以大大缩减。更有效的放松方式包括与朋友一起玩桌游、独自阅读、学习外语或参加在线课程等。这些活动不仅能放松身心，还能恢复能量。此外，为了更聪明地使用时间，我们还需理解收益递减规律。这一规律指出，当某项活动的投入时间超过一定限度，其价值将逐渐下降。例如，看4小时电视所获得的快乐，并不是1小时的4倍。重新审视每日的时间分配，并调整使用时间和投资时间的比例，是实现长期成长和满足感的关键。例如，如果你每天看2小时电视，将其减少一半，便可1年节省365小时。将这些时间用于学习新技能或增强健康，人生质量将显著提升。通过明智的投资时间，您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充实的未来。重新审视每日习惯，减少无意义的活动，将时间分配给有意义的事情，这是高效利用时间的关键所在。接下来，我想介绍第6种能够让您不再后悔的时间使用方式：有效利用过去和未来。尽管时间本质上并不存在，我们始终生活在当下，但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过去和未来其实只是我们如何活在当下并构建更美好未来的一种思考方式。善用这种心理模型，是改善生活的重要关键。然而，许多人对过去和未来的理解存在偏差，从而引发压力和生产力下降。关于过去，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人们往往会被过去困住，常常后悔当时要是那样做就好了，或者觉得过去的自己真不行，甚至纠结于过去的失败。要摆脱这种对过去的错误理解，需要将过去看作学习的材料，从中获取教训，从而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好。具体来说，可以回想自己的成功经历，增强我可以做到的自信，或者回顾自己克服困难的经历，重新确认自己拥有的勇气。此外，即使是过去的痛苦经历，也要试着找到其中的积极意义。问问自己，从这段痛苦的经历中，我学到了什么？通过这样的思考，可以将负面的经历转化为成长的契机，同时对自己温柔以待，告诉自己那是已经尽力了，您真是好样的。这样的自我肯定对心理健康也大有裨益。关于未来，
我们的想象力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描绘未来的蓝图，并思考实现目标的行动步骤是关键。制定未来的计划可以使应该做的事情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放弃无谓的事。然而，许多人却倾向于将未来当作担忧的源头，他们可能会忧虑这样下去可能会失败，或者过于在意尚未发生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在浪费想象力和精力。相反，我们应该具体地描绘目标，并想象目标实现时的喜悦。这种积极的思维方式能够激励当下的行动，即便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也可以在脑海中预演应对方案，这样即使真的遇到，也能从容应对。通过调整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避免负面的情绪浪费当下的精力，专注于让当下变得更好，才能真正掌控时间，为人生创造更多价值。最后一个介绍的再也不会后悔的时间利用法是借助他人的时间。尽管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但通过借助周围人的时间，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时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向他人寻求帮助。当我们面对新挑战时，不必事事从零开始，借助他人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更加高效地实现目标。在寻求帮助时，可以自问以下几个问题：我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需要哪些知识和技能？拥有这些知识或技能的人是谁？是否有人认识这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通过这些问题，可以精准找到自己需要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想学习外语，可以向流利使用该语言的人请教学习方法。借助他人的帮助，不仅能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还能更快地实现目标。关键在于找到能够解决您问题的人，并养成向他们寻求帮助的习惯。这种方法能让时间利用更高效。在人生的旅途中，懂得借力前行，才是通向成功的智慧之道。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